2026年对张凌赫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年份。一年之内，3部作品陆续上线。更夸张的是，这3部作品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结果：首播第一天全部冲上榜单第一，而且3部作品首日有效播放市占率全部超过 16%。如果这只是一次，也许可以说是运气；如果连续2次，还可以说是市场刚好吃这一套。但连续3次呢？这就很难再用巧合2个字解释了。那么问题来了，张凌赫到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出生于1997年的年轻演员会在2026年突然呈现出这么强的作品爆发力？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张凌赫2026年的这3次首播及登顶，以及这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首先来看第一部，2026年3月上线的古装剧《逐玉》。这部作品选择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而张凌赫饰演的是谢征。和过去很多古装角色相比，这一次的张凌赫明显更强调成熟、沉稳以及人物身上的压迫感。尤其是在造型和人物气质上，他没有继续单纯依赖少年感。铠甲、冷峻的表情、克制的情绪，再加上更加稳定的眼神，让这个角色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感觉。而作品上线之后，数据也迅速给出了反馈。根据云和数据的统计，逐玉首播当天就登上总榜第一，有效播放时占率超过 1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观众的注意力在作品上线的第一天就已经迅速集中到了这部剧身上。而这只是张凌赫2026年爆发的开始。到了5月，他又迎来了一部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不是传统古装剧，也不是大家最熟悉的偶像剧，而是一部纪录片。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年轻演员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选择。因为演员一旦形成固定标签，就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舒适区。观众喜欢你演古装，平台就继续给你古装，资本看到你的古装成绩，下一步还是古装。久而久之，演员很容易变成某一种类型的标准答案。但张凌赫2026年的路线却开始出现变化，从古装走向民国，从剧情作品走向纪录片，甚至开始尝试更加多元的角色和表达方式。这种变化在7月19日上线的这一秒过火身上更加明显。这一次，他不再是古装战场上的将军，而是进入了民国世界。人物的服装更加简洁，气质也更加锋利，少了一些古装人物的距离感，多了一种民国人物特有的克制和精明。而这部剧上线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熟悉的结果。首播第一天，云和有效播放时占率达到 16.4%， 第二天继续上涨，直接来到 18.3%。也就是说，张凌赫在2026年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第一部作品首播登顶，第二部作品继续登顶，第三部作品依旧登顶，而且数据并没有在第二天迅速掉下去，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张凌赫今年的作品表现，因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第一名这3个字，而是他正在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换角色可以，换题材也可以，换造型同样可以。更重要的是，观众依然愿意跟着他走。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可能还不够，因为2026年的张凌赫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表现。6月，他参加的推理节目《The Truth》第4季上线。这档节目被云和列为 S+ 级别项目，并且在首播当天拿下网络综艺播放指数第一。换句话说，张凌赫今年不仅在电视剧领域有存在感，在综艺和推理类内容中同样能够制造话题。而这其实和他过去几年的发展轨迹有很大关系。张凌赫真正被大众广泛认识，是在2023年的《云之羽》。公子羽这个角色让很多观众第一次记住了这个年轻演员。从那之后，他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他的作品路线其实非常清晰。苍兰诀、宁安如梦、虎鹤妖师录，这些作品虽然角色不同，但整体来看，古装依然是他最明显的标签。所以过去几年，很多观众对张凌赫的印象非常直接：高个子、
少年感、古装适配度高、冷感气质明显，这些优势帮助他快速打开了市场。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个所有年轻演员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一直重复自己最成功的模式，会不会有一天观众开始觉得审美疲劳？张凌赫显然也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2026年，他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优势，反而是在保留古装优势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逐欲继续证明他的古装号召力。纪录片打开新的内容空间，这一秒过火，则让观众看到他在民国题材中的另一面。这种路线其实非常聪明，因为真正成熟的演员并不是彻底放弃自己的舒适区，而是在舒适区之外一点一点建立新的可能性。而张凌赫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从适合古装慢慢走向什么类型都可以试，从靠角色被记住慢慢走向观众开始记住演员本身。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的3个首播第一意义可能比表面上的数据更大。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张凌赫正在逐渐摆脱单一类型演员的标签。而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2026年6月，他被邀请担任上海电视节第31届的青年推广大使。据相关信息，他也是95后男演员中首位获得这一角色的人。对于一个1997年出生的演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行业信号。因为演员的人气是一回事，行业认可又是另外一回事。真正决定一个演员未来能够走多远的，从来不只是某一部剧的数据，而是他能不能不断获得新的机会，能不能接触新的角色，能不能让观众对他的下一部作品产生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凌赫现在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他不再只是那个因为云之羽被大家认识的年轻演员，也不只是那个在古装剧里拥有高适配度的男演员。2026年的张凌赫正在尝试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演员。而更值得期待的是，他接下来还有一部古装权谋剧《归鸾》等待上线。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因为尝试民国纪录片和综艺就彻底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古装赛道。恰恰相反，他是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之后，再重新回到熟悉的领域。这可能才是最理想的成长方式。你可以有自己的优势，但不能只有一个优势。你可以靠一部作品走红，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走得更远的是下一部、下部作品。而张凌赫2026年的3个首播第一，或许就是这个阶段最直接的答案。3部作品，3个不同方向，3次首播登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爆了一部剧，而更像是一次连续不断的市场验证。当然，数据只能代表当下，真正的答案还要等未来更多作品上线之后才能揭晓。尤其是《归鸾》这样的古装权谋题材能不能继续保持热度，将会成为张凌赫下一阶段非常重要的一次考验。如果他能够继续在不同题材中稳定输出，那么2026年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从古装走向民国，从影视走向纪录片，从演员走向更加多元的公众形象，张凌赫正在慢慢完成一次身份上的升级。所以，你觉得张凌赫2026年的3次首播登顶是实力的体现，还是市场热度刚好赶上？你最期待他的哪一部新作品？如果是归鸾，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喜欢这类中国娱乐圈人物观察和明星动态，别忘了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你不知道的娱乐圈故事。